In 203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no longer exist only in the cloud. In a world where AI lives beside you.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鱼之灵的频道。在未来 Engine 不只存在于云端，它就在你我的身边。首先来让我们看一段 VCR。我们有很多好吃的菜单，水饺类、汤品类、小菜类和饮料类，有什么喜欢的呢？我想要吃水饺，请问你们这边有卖哪一些水饺呢？我们有高丽菜水饺和韭菜水饺两种选择，要不要试看看？那给我高丽菜水饺好了。好的，高丽菜水饺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选择。还需要加汤吗？这样就好了，谢谢。好的，总共你要买一份高丽菜水饺，总金额是60元。刚刚看到的那段饺子店的点餐 demo， 其实是一个在本地端执行的 AI Engine， 在 RTX 4060的笔电上面执行。虽然目前的反应速度有点慢，但我相信再过2到3年会变得更快更顺。这个 demo 其实并不是什么大型工程，用了3-4套现成的软体工具，再加上一点点程式把它们串起来。所以现在要做出一个本地端的 engine， 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轻易的上手。就算是没有写过程式的开发者，也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 AI engine。当然啦，目前这类的本地端 AI engine 系统还不够成熟，有时回应的速度比较慢，而且有时候意图也比较容易走偏。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现在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刚会走路的婴儿，虽然还不完美，但是可以看到它未来的潜力。也正因为在开发与测试的过程中，感受到这一项技术未来的普及，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对 AI Engine 使用的体验和感受，而且也想要聊聊这项技术可能会带来的影响，不只是讨论对自己的职涯与规划，还包括未来对政治、艺术、产业、市场与科技发展的走向。这个系列 AI Engine 探讨将分为6部影片，主题涵盖如下。首先是本集会介绍打造 Engine 必定会遇到的几个重要元素，再来第2集会讨论我们正在从资讯世代迈向代理人世代，我们将从人类文明的宏观视角去思考 AI 的定义以及我们的角色，再来讨论未来的正题可能性，分析过去以古为鉴，分析过往的正题，让我们预测未来的可能，还有会谈谈 AI 技术那么发达，为什么还需要艺术创作？艺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再来是第5集，我们会分析 AI 代理人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市场，是创造新工作机会，还是取代现有的工作？这边会以农业为范例，也期许各行各业皆有崭新的未来。最后再来一个有趣的 ending， 讨论现在的 Engine 技术是否可以实现钢弹的 Halo 球呢？如果可以，我们又应该怎么实现它呢？又会采用哪一些技术？今天首先要聊的就是大语言模型 LLM 本身。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 AI 模型可以使用，比如 ChatGPT、Claude、Gemini， 每一种模型用起来都会有点不一样。这些的差别不只有快或慢，而是整体的风格、能力、思考方式都不一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每个模型就像是一种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基因，是因为他们在训练时用的资料就不一样了，资料不同，架构不同，目标也不一样，才会长出各有特点的个性。比如有些模型就像是长了尖牙利爪的猎人，会很快的搜寻资料找重点，有一些则像长了翅膀的鸟，可以飞得很远，帮你延伸想象，发展创意。还有一些就像是灵活手脚的工具高手，很会接 API 跑流程当助手。所以未来我们在选择模型的时候，不能只是想哪个最厉害，而是要问我要做这件事情，用哪个模型最适合，这才是 AI 工具未来应用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之后会有很多优化过的专业用途的大语言模型，可能才1到2B，但却符合你的需求。就用一开始 VCR 中饺子店的 AI Engine 为例子，因为我有需要调用到 MCP 的工具，所以就会用一些会用 MCP 的本地端模型，因为希望反应速度比较快，
所以尽量选择模型比较小的。目前市面上支援 NCP Tool 的小模型大概7到8B， 比如 Llama 和千问。表面上看起来他们都能透过 NCP 的协议去叫工具帮忙做事情，但实际上他们使用的风格差异很多。举个例子来说， Llama 就比较像是一个会动手做事的人，他一接到任务就会直接先去做，我要用什么工具来解决呢？行动力比较强，像是长了触角，能马上操作系统，叫工具去执行任务。而千问呢，则像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大脑，他擅长展开想法，延伸语义，处理开放式的问题。他像是在语言的天空中自由翱翔，适合处理需要发挥想象力的任务。所以这就告诉了我们，不同的 AI 模型因为设计时的理念不一样，所以他们适合的场景也会不一样。我们不能用一种模型走遍天下，而是要选对的工具做对的事情。就像是这次的点餐应用选择了 Llama 当做主模型，因为这个场景不需要模型去发挥想象，只是希望它叫出工具来帮客户完成点餐就好。这时候 Llama 的风格就会比较适合。我们在用大语言模型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一个关键词叫做 token。那什么是 token 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AI 拿来理解语句的一个小段的单元。比如你今天输入了这句话，今天天气好清爽， AI 可能会拆成几个 token， 像这样，今天天气好清爽，这样就有4个 token 了。每一个 token 都会占用一点 AI 的思考空间和运算成本。那么一个问题来了， token 难道越多越好吗？对于伺服器来说是的，但如果是 local 端的 AI 应用，那就不一定了。因为本地端用的模型比较小，所以就比较容易胡思乱想，回答一堆你没有问的问题，就像是一个太会发挥想象力的助理一样。而且本地端的 AI Engine， 当然因为token多，处理的会比较慢，而资源吃得更凶。我们其实常常只是想要快问快答而已，不需要 AI 在那边做作文比赛。除了 token 之外，还有一个超级重要的角色叫做提示词。简单来说，提示词就是你一开始告诉 AI 它的工作是什么，就好像你在写一份入职手册给他看，跟他说，您现在是柜台，帮客人点餐，记得要讲话亲切，听懂客人想吃什么，然后正确的帮客人结账。这份提示词会决定 AI 的语气、风格，还有处理任务的方式，所以非常的关键。例如在做语音柜台点餐机的时候，最常遇到的问题是，客人点了套餐， AI 却用单点的方式去算钱，然后金额会错得乱七八糟。一开始会有想，是不是资料库有问题了呢？还是哪里没有串联好？但后来发现，其实是提示词没有说清楚， AI 就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套餐的价格，什么时候用单点计算，因为没有跟他说清楚哪种情况要做什么。最后我们来聊聊现在的大语模型如何结合其他的技术来实际应用在生活中。有一个方向是可以参考的，那就是 LLM 加 RAG 加 MCP 等于小型机器人。这边就拿 local 的点餐机来当例子，就很好理解了。LLM 大语言模型就像是整个系统的大脑，负责听懂客户说什么，怎么回话。RAG 知识检索是帮 LLM 找资料用的，就是大脑的记忆碎片。不过如果只是点餐，其实不一定需要用到 RAG， 因为你可以直接把菜单当作提示词，事先给 LLM， 它就知道可以哪些餐点可以做了。MCP 控制协定则是用来跟外部沟通的管道，比如听语音、播放语音。如果未来还有机会再把它加上收银机的 MCP， 那就可以直接帮客户结账了。这3个部分整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机器人了。虽然它不会走也不会挥手，但它可以跟人互动，听得懂语音，帮忙处理任务，而且是跑在本地端的。现在 AI 语言模型进步很快，很多人会担心未来机器人会不会取代人类呢？但我想要说的是，人类本身就是超高效的设计。不论你是相信人类是上帝创造的，还是外星人创造的，亦或是演化来的，其实人类的身体早就被最佳化了。在能源消耗的程度上，灵活修复力上面，目前都是地球最划算的全功能型生物。所以与其说 AI 或机器人会取代人，不如说他们是工具，
协助我们完成更多重复、更笨重的事情。随着时代的演变，工作模式的转换是必然发生的。目前会对工作直接产生影响的，不会是那种会走会跳的机器人，而是会做杂事的 AI 助手。这种 AI 可以帮忙记性、排行程，甚至自动写报告或处理资料。一个人加上 AI 助手，就能做过去2到3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公司很有可能因此减少劳力。不过这也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这是时代进步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理解怎么跟 AI 合作，一起工作，会让我们更有竞争力。而且下一部影片就会告诉你，未来产业其实会比现在还要多工作，只是我们需要学习不同的技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谢谢大家的聆听。